没想到，这小轩这身体用的这么的好。你这个动作已经不是正常人能够轻易做到的了。毕竟有先祖的神力加持嘛，肯定厉害呀。来，小轩，怎么了？小轩，大老爷，这什么情况？你现在虽然有了这个身子，但却不是你的真身，过于消耗就会导致你体内元神消散渐快。在此期间，为师会教你稳固元神的心法口诀，切记不可再操之过急啦。去巅峰谷的日子得提前了。曾听闻千羽国500年前世得神明指点，依托神力建国，在藏经阁中无意间发现了这幅初开天启图，正面是画，背面记载了千羽国的开国事迹。想问问二位是否确有此事？这传说我倒是小时候听过，但这上面说的万年神力建国是否属实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小燕子，你听说过吗？传闻500年前，开国皇帝在启灵神的帮助下建立起了千羽国。传闻启灵神神力无边，能够点石成金，变废为宝，所以这500年来，千羽国上下不拜天地，不信诸佛，只信奉启灵神。不过这万年神力无从而知。传闻这万年神力乃启灵神元神所化。如果启灵神真的存在的话，那这万年神力应该还在千羽国。可这都是前人杜撰的呀。哎，不一定，万一是真的呢？反正现在伏龙国内也找不到更强大的妖邪来激活金刚诀，我们不如去千羽国一探究竟。我同意欣桐的提议。如今，我们已经试过各种办法了，冥海危机迫在眉睫。小轩的时间也不多了，去千羽国寻找神力是最后的办法。时间紧迫，不如放手一搏。确实该放手一搏。只不过，我一想到要见到我的父王，我就有点紧张。玉谦，你如果有为难的话，去，明天就去。正好我也好久没回家了，想回家看看。殿下确实也该早日回去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回房休息一下就好。轩儿，你就在客栈休息吧。你的状况现在很不稳定，我和欣桐陪着板润去就行了。不行，我得一起去。我觉得你还是听虎子的，留在这儿吧。这一路上有我跟萧云子，没问题的。对，轩儿，你别去了。这几天你的精元已经在加速消散，千万不能出什么差池。行。千里不至千羽，飞黄腾达莫入莲华。涧下水，井中蛙，野草生根一人家。哎，这是什么民谣？我怎么没听过？巷口孩童的溜口舌罢了。你又不是伏龙国长大的，自然是不知道。路行千里，不至千羽。就是你走了1000里的路，都不到个千羽国，就等于自己以为飞黄腾达，其实根本不入流一样。千羽国岂是随随便便就能找到的？是啊，所以这是伏龙国的民间歌谣。哪怕是去不了传说中以神力建成的千羽，甘心做路边野草、溪边流水，
哪里有不是家的滋味呢？所以伏龙国的人以此民谣勉励自己，是在认为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狗窝。倒也没你们说的那么。今日呢，假借王子的威仪，草民有幸一睹千羽之国，实在是，你俩赶紧走。不语山，这不就到了吗？前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呢，赶紧的吧。来时容易回时难呐。哎，哎，天哪！你们千羽国是在天上吗？不行，我们千羽国呀，地处高原，四面悬崖形成屏障。你像伏龙国的不语山呢，就形成了这里唯一的通道。你比如说巨轮国要想进入我们的千羽国，都得要从这里进入。殿下，巨轮国是进不了千羽国的。走吧，走吧，继续，来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你今天怎么不累呢？你们这条路也真的是奇特，不知道的以为我们去拜神呢。你别说，还真是。好像越往前走，这神龛就越多了。哎，这个呀，就是启灵神。哎呦，启灵神，启灵神啊！你们快显显灵，保佑我们，我们到千羽国能够找到万年之力，激活金刚诀呀！虎子，不得无礼啊！但是说实话，我们真的要歇一歇了。哎，正好你给我们讲讲千羽国什么样吧。这呀，还得从不语山说起。哎，你们知道为什么这叫不语山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来这的人都心照不宣，都是行商的，先一步到就能抢先卖个好价钱，所以大家都保存体力，不交谈。到了旺季的时候，你就会看见大批的人马就和行军一样无声登山，场面十分壮观。我们千羽国啊，盛产这些矿石，所以一般的百姓都比较富有。最富有的呢，又会把一部分的钱财分给不那么富有的人。新修的庙宇都是以黄金修砌，以玉石为路，琉璃为窗，城内四通八达，车水马龙。说的呀，我都有点想家了。黄金墙，还有玉石路呢。那我到这第一件事就抠一块，赶紧走。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出发吧。瞧瞧那点出息！你刚刚不是说累了吗？怎么现在又这么有精神了？猴子，等会儿就让你看看什么是国与国之间的桥梁。桥呢？断了。不对啊，我上次送那个蜘蛛的时候还好好的呢，这完了，我们这怎么过去啊？我倒是个办法，只不过有一点危险。快说呀！当时搭建地基的时候是用飞剑搭起的桥梁，如今我可以用飞剑把你们带过去。飞剑。这太险了，不过好好玩啊！出来了吧？厉害厉害，还能再来一圈。等一下，板砖，板砖，怎么了？我过来了啊！我成功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不再怕高了。我们都陪着你呢，你肯定可以的。王告诉我，我从小就不让我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你可是个王子啊！吴殿下，这桥好像是被人蓄意斩断的。但是并没有看到打斗过的痕迹。前面就是少廷，我去问问看。哎呦，哎，这人呢？什么人啊？驻守在这的人呢？这就是少战啊！啊，
肯定偷懒了呗。不可能，我们千羽国的边界常年都有人守护。哎呀，不会遭到妖怪袭击了吧？但是看上去也没有打斗过的痕迹。王子，快醒醒！太好了，手臂的伤什么情况？手下练武时不小心伤到的。那日我便觉得有些奇怪。魏成，爹，大胆，胆敢拦截囚车，站住！哎，小哥，那是我儿子，谢谢你让我们父子说两句话再走，行吗？快点，快点！今年，爹，今年，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扛下所有罪责呀？千错万错，我的错。圣上恩典，只把我们发配到边塞地区，没有继续追究，保住了程家一脉，挺好。感恩。爹，你走了，我怎么办啊？今年，爹不能再教你了。爹教了你几十年，结果全教错了。儿啊，你大了，往后你要靠自己，你自己拿主意了啊！爹，今年你记住。只要你还是国玉妖师，我们程家就有希望。爹，我记着，我一定会救你回来的。记着，爹，记等我！记着，今年你要靠自己。爹，等我！你要靠自己。这就是千羽城啊，这么多人，好不容易才排到我们，都等一晚上了，凭什么不能进城啊？对呀，凭什么？别给我装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你们是巨轮国的，后面的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。就是，今天城门不开。什么情况？跟你说话呢，这可是千羽国的王子。哼，冒充千羽国王子想进城的，你是第18个。来人，冒充王族可是重罪，带下去。还有前面这几个也押下去，省得滋事。这关我们什么事啊？对呀，凭什么抓我们？凭什么呀？刚到你家就被抓呀！实在是抱歉，让你受苦了。等等，马上就有人来了。可恶！千羽国的人真该死。是啊，真该死。也不尽然，有2个还行。大哥，您可是巨轮国人，看着不像。很明显，男子气概啊。阁下可知千羽国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这群鸟人甚是不通人性。我们只是想进城寻几副药材，可死活都不让进。千羽国和巨轮国素不往来，你们想进城还穿成这样，真蠢！哎，你说什么话了？说什么呢？小云子，殿下不用管这帮人，
100年前，巨轮国就是我们千羽国的奴隶，如今两国断交，连奴隶都谈不上。哎，小云子，不能这么说啊！那大长枪也是巨轮国的，那是我们兄弟啊。千羽国人跟巨轮国人永远不可能称兄道弟，奴隶就是奴隶。至于什么长达枪，他在伏龙城做什么事儿我不管，但只要来到千羽国，就要按照千羽城的规定办事。殿下，还不赶快开门！哦，是。拜谢殿下。秦吉，谢殿下。千羽城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殿下还是自己看吧。把他们都放了吧。啊，这太好啊！我千羽国从来不抓无辜之人。是。怎么会这样？大老爷，这虎子他们去了有几日了，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你就别担心别人了。先稳住自己的元神才是当务之急。还有，这流亡到伏龙国的巨轮国人越来越多了，不知道千羽国是否安全？千羽国地处高原，应该暂时不会被冥海淹没。就希望他们快点找到万年之力，以激活金刚诀，赶紧让你恢复肉身。大老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最近精力耗损过度而已。有。奶奶，大老爷，你可要保重身体。最近为了小轩，你都消瘦不少了。不碍事的，不碍事，休眠一会儿就好了。您这是？哦，我又去搜集了一些关于巅峰谷的文献资料，书中记载，岛上有不少凶兽妖邪，力量非浅，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。不然等到了巅峰谷，光是那些妖都不好对付的。轩儿，你今日身体如何？奶奶放心，多亏大老爷教了我稳固心神之法，近些日子我的身体轻盈了许多，以前那些完成不了的动作，现在轻而易举就可以完成了。不错。如今你的身体异于常人，体能上限也不同以往。我想等你完全熟悉这副身体了，就让莫谷子来跟你配合。他的寻千丝配上你这副身体，应该能形成新的战斗机制。好，兵贵神速。高小雪，继续操练起来，赶在他们回来之前，让自己变得更强壮一些。国师，王子殿下回来了。国师，哎呀，王子殿下，你怎么回来不提前告知一声，我好派人去接你啊？国师，许久不见，身体可都还好？好，一切都好。王子殿下又长高了许多呀。千羽城变成如今这个样子，你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？哎，那些邪妖流窜到天羽国，哦，幸亏你父王带领的妖师们把他们都击退了。王子殿下在伏龙都城，想必也经历了不少劫难吧？劫难倒没有，倒是交了不少好朋友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
就是我的好兄弟虎子，特别厉害。那个是伏龙的大师帅赵兴同，真是英雄出少年呐！感谢二位对王子殿下的关照。板砖一路上也帮了我们很多，互相关照。板砖，啊，他们都这么叫我的。哦，对了，国师，我们来时发现连接千羽和伏龙的那座桥断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还不是妖灾闹的，我们只好切断了来路，退守城池，实属无奈呀。哦，也没事，正好也因此我不再怕高了。哦，我离开这些日子，我父王没生气吧？国王现在在启灵殿，你去问他吧。嗯。王子殿下，父王，不好了。啊，是。还知道回来啊？儿臣知错了。啊，陛下，这二位是护送王子殿下来的。这位是新任伏龙国的大师帅。参见国王。路上辛苦了，带二位先去博云殿歇歇去吧。是。你回来做什么？赤珠不都给你送过去了吗？父王，千羽国发生这么大的问题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有什么用？你不是喜欢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吗？让你回来就能解决问题。既然你那么喜欢外面的世界，这次回来招待你两个朋友小住几天就回去吧。这里的事情不由你管。不是，父王，我可以。你退下吧。是。都坐吧。自家人吃饭，不必计数了。国王，之前千羽国赠送我们的赤珠解了燃眉之急，真是不胜感激。不必言谢。但恕我们冒昧，我们此次前来是有事相求。何事？冥海之危困扰了我们各国500年之久。此次冥海蔓延，我伏龙国士兵用血肉之躯筑成法阵，但恐怕维系不了多久。我们计划前往巅峰谷遏制冥海之源，还望千羽国能派兵增援。千羽国与伏龙国交好，相救自是应该。只可惜此次千羽国遭受妖孽重创，几国上下都在重建家园，只怕无暇顾及其他。是，我们此次来千羽国，才发现如此大的变故，是我们唐突了。不派兵其实也可以，但另有一事不知可否麻烦。我们此次去巅峰谷拯救苍生，需要用金刚诀在冥海劈出一条大道，
可是现在金刚诀失去力量了。听闻千羽国有万年神力，不知可否借助神力来激活金刚诀呢？万年神力啊！500年前千羽国不就是借助启灵神的万年神力才建国的吗？想必是以前告诉你们的吧？其实是我们父王，这启灵神的传说一直流传至今，这是我们最后的办法。你也知道是传说，怎么能轻信呢？千羽国上下供奉启灵神，这是我们的精神信仰，但没有人见过真正的启灵神。可从小你就告诉我们，这万年神力实则并不存在。不存在？让你们白跑一趟。以前仅凭借传说就来寻万年神力，是。国王，是我们看到了初开天启图，我们便以为此事是真的，便贸然前来了，是我们唐突。对，这件事不能怪他，是我们让他带我们来的。你们吃吧，我有些倦了。没事儿，就当陪你回家看看呗。我们俩正好也长长见识。你们千羽国没有神力，那说不定巨轮国就有。你看巨轮，这听着就很厉害啊。巨轮国已经被冥海淹没了啊！今天不是还见到巨轮国的人吗？想必都是逃难过来的。没关系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但要实在没有线索，我们尽快回伏龙国算了。二专，跟我们走吗？我怕是回不去了。我父王这次对我很不满意。你爹不苟言笑的，看着真吓人。人家那是一国之君，你当像你一样每天嬉皮笑脸的？打我记事起，他就从来没有对我笑过，一直都对我很严苛。板砖，毕竟你以后是要继承千羽国的，对你严加管教，也是应该的。我根本就不是做国王那块料，我还是想出去。想走你就跟我们一块走呗。怎么有股血腥味儿？那边有声音。出了什么事情？国师，刚才有个守卫也遇害了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有妖邪，这妖怪已经潜入宫里好几次了。你们看见了？今日我们总有珠花、金银首饰被盗，本以为是窃贼，怎料却是一只妖。小兰还惨遭毒手。王子殿下，几位先请回去休息，这里交给老臣来处理吧。二专，不能干等着，我们帮你一块抓药。这样，你们两个先回房间，我去官方守卫尸体处再看一眼。一块儿去啊？不行，人都太显眼，等我小心。小心点儿。怎么样？有发现吗？守卫的尸体被抬走了，但我在案发现场发现了这个。
定不是香脂，但实在看不出来是什么呀。这药都流窜到王宫里了，父王怎么什么都不肯告诉我？别担心，我们在呢，一定把这妖给抓到。但首先是守卫，紧接着就是宫女那边，他移动速度会不会太快了？所以先得排查出他是什么妖。我们去案发现场排查。小心呐！宫内每个通道都有守卫，就算昨晚缺少人手，也不可能一点预警都没有啊！难不成这妖邪一直藏在宫中？不可能。王宫虽大，但绝无藏身之处。除非她幻化成人形的模样，变成我们熟悉的侍卫和宫女。对，跟焚妖塔的老张一样。我总觉得哪里有点奇怪。哎，等等，等等！参见王子殿下。为何要躲我们？刚才我被国师带去问话，国师说了，为保证王子殿下安全，不然我们再叨扰您。你不用担心这个，这2位是捉妖的能手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有什么线索赶紧说。昨夜死的是你的好姐妹，你难道不想查明真相，为她报仇吗？殿下圣明，死去的宫女小兰是我最好的姐妹，她刚进宫，为了让她熟悉宫殿，所以我才让她帮忙送香脂，没想到，香脂，之前确实是闻到一股奇香，什么香脂啊？此香是妖灾之前最后一批贡品，今日才送入宫中，昨夜也全被那妖给盗走了。我本以为他只是贪恋金银珠宝，没想到还盗香脂。起来说话。前段日子，因为国王都不召见王妃侍寝，后宫闹得沸沸扬扬，所有王妃都想尽办法讨好国王，争抢市面上的名贵香脂。可就在后来，各宫皆有香脂被盗的消息传出，谁都没想到，竟是妖怪所为。这妖好不正经啊，还盗人香脂。请问宫中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珍品香脂？王妃手上的我无从得知，但昨夜的贡品是最后一盒。香脂虽小，但却价值连城。王妃为了争宠，肯定会贴身存放。这么下去，他们要危险了。看来为了捉他，只能暴殄天物了。咋还溜上鸟了？能引妖出来吗？既然他迷恋香脂，就不可能不识货。那可是我的雨凝香啊，极其珍贵。味道是不错，这儿都闻得到。心在流血啊，大哥，烧的可是我的钱呢。嘘，又是那个声音。昨晚光线他还没看清他，我看他今天往哪儿藏。这，你们看见了吗？难不成跟萧云子控制飞剑一样，可以远程操控？无妨，此香味特殊，一时半会儿散不了。雨凝香是由黄鸟求偶时从直枪释放出来的，任何鸟类对它都无法抵抗。到时候我们只要跟着小红，就能找到它的巢穴。哎呀，快看不见他了，他怎么跑那么远啊？他下落了，快追！你们等等我，等等我。什么味道啊？哇，感觉几十种味道混在一起。哎，这妖会隐身啊！胡子小心！快抓住他！我来！你跟他是一伙的吧？我好不容易抓住他了，你不能打准点吗？这妖怪会隐身，看来我们得想别的办法了。这下就白死了。原来是这样，
没想到竟然有如此之事啊！我查阅了古籍，此妖名为妾织，亦如其名，喜食胭脂香粉，还喜欢囤积女人的金银财宝，好歌舞，还会隐身。可惜这次没抓住他，他会隐身可怎么抓呀？同样的计策，他可不会上当了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这个办法雨谦正好能派上用场。定当全力配合。此药能对于无形，他想要的东西就从来没有失手过，想必骄纵傲气。我们这次将他的巢穴一网打尽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上次的计策肯定是不行了，但我们可以给他来一个更烈的。烦请国师帮我们在御花园摆一场庆祝财宝找回的歌舞盛宴。我能帮上忙吗？你也行。太好了，抓到了！总算抓到了，还是王子殿下英明啊！当然了，也多亏了你这2位贵客相助，才帮我们解得了宫中之危啊！如今祸害已除，我们也该动身回伏龙国了。不多住些日子吗？这儿没有万年神力，我们得回去想办法了。王子殿下是怎么考虑的呀？我也跟他们一起回去，反正父王不想见我，省得留着让他反省。你看他那样子。哎呀，王子殿下，你这来去匆匆的，老臣下次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你呀！国师放心，待我解决完朋友的问题，我一定会回来。我要向父王证明，我可以。让老臣再多看你几眼。陛下，父王，就这么不喜欢待在宫里啊？也罢，想去就去吧。既然决定要出去闯荡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善待朋友，好好享受在外面的时光。在外保护好王子。儿啊，你这一去，不知何时再回，别怪父亲平日对你苛责严厉。父王，待儿臣归来，您多保重。我也想我爹。可能每个冰块脸都更愿意把情谊藏在心里吧。
真没想到啊，我父王居然会支持我，一定是我太不了解他了。毕竟是你爹嘛。等从巅峰谷回来，我也该带我娘回入营村看看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今天是他第一次对我笑。哎呦，你好肉麻呀！心彤，怎么了？你也想家了？你们有没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？刚才我被国师带去问话，国师说了，为保证王子殿下安全，不让我们再叨扰您。出了什么事情？国师，刚才有个守卫也遇害了。确实有点怪，好像都太顺了。从那夜之后，我就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太对。我们捉到妖的时候，我还在想是不是香脂的味道太浓了，为什么我一点血腥味都没有闻到？反而是刚才离别的时候，国师，我好像有闻到什么味道，但老国师平日里都干什么？他年纪大了，只能负责父王的起居饮食，最近的一些守卫也是他负责的。我们案发当夜，老国师也是非常快的就赶到了现场。国师不可能有问题。但是那晚老国师神色看起来……话说回来，我们确实也没有看到杀害守卫的凶手就是妾肢，而且这个妾肢不是只盗金银玉肢，只对女人下手。也就是说，杀害守卫和杀害宫女的，很有可能不是同一只妖。难道父王支持我走，是因为有什么事儿要瞒着我？刚来王宫的那一天，国师有问题。父王，捉妖！且慢！国师，你为何阻挡我们捉妖？可知道这妖是谁？他是你父王。你说这妖？怎么可能？你们有所不知，数日前，你父王亲自率兵力斩入侵的妖邪，却不幸被一只妖怪所伤。自此之后，每逢子时，他就变成一只吸血的妖怪。只有吸满了人血，他才能渐渐的平静下来，恢复人形。老臣为了掩人耳目，每当深夜，便把牢中一名死囚扮成侍卫，送进宫中，献给国王。您是说，我们之前见到的妖邪就……没错，你们那晚看到的妖邪，正是国王。只不过那天突然发生了窃之欺人的事件，老臣才得以混淆视听，隐瞒真相。为何不请太医？为何不请太医？老臣请了。老臣隐去国王的身份，先后从宫廷内外请了数名的高手来给国王诊断。他们都说，国王的病在元神，在髓骸一身，回天乏术了。王，你醒了。你都知道了。
谦啊，你从小就爱钻研医术，这寻根查证、望闻问切，千余城里没有多少人比你高明。我的病情，你也说说吧。无妨，御医诊断多次了，你就直言不讳吧。父王索然药多，已遍布全身，若无良药，不出数日病便会堕落药血之流。你说的很中肯，御医也是这么诊断的，只是他们不敢直说，颠来倒去的，绕了个大圈子。父王，儿臣一定会找到解决的办法。陪我出去走走。数月之前，这里还是百货云集，一片圣洁。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，给点吧。如今却像是换了天地。大爷，行行好，行行好，给点钱吧。行行好，我连自己的子民都保护不好，真是愧为天子。父王不必自责，父王在位期间已是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人人都在歌颂，这是太平盛世。要怪，就该怪罪那释放妖邪的一枚。于谦啊，你还记得自己离开千羽国多少时日？2年多了。是2年零13天。儿臣知错了，父王。千羽国危难之际，儿臣却置身事外。当日你派信使送吃猪时，我便发现他身上有伤，心存怀疑，我却没有进一步追问。是我不让他向你透露。我曾经也和你一样，也曾在少年时偷偷逃离王宫，在江湖游荡，但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宿命，回到宫中继承王位。自你幼时起，我就对你严加管教，希望你日后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君王。想不到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看着你一天天长大，渴望逃出牢笼、向往自由那颗心也愈发强烈。儿臣知错了，父王。千羽国被毁那一日，我想明白了。我希望你在外有所闻有所见，哪怕只有一天，也要感受一天的自由。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让他们父子俩好好相处一会儿吧。这什么妖啊？妖毒这么厉害？这个东西叫蛊雕，是一枚从死妖瓶里放出来的。国王手刃死妖的时候，不小心中了蛊毒，恐怕现在已经时日无多了。果然，又是这个一枚。看来我们得尽快前往巅峰谷，阻止更多的悲剧发生。他
他爹不会真的变成妖吧？如果说之后彻底妖化的话，恐怕会伤害很多无辜的性命。那是天宇国的国王。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板砖的爹。就算他变成妖，他也是板砖的爹。我娘也是妖，但如果有人要伤害他，我就跟他拼命。板砖也会的。既然是妖毒，那一定有解毒的办法。如果说大陆上面找不到，我们去巅峰谷找。对，一定有别的办法。父王，您在此地稍等我一会儿。爹，您的腰还疼不疼啊？再吹一会儿啊，爹爹就不疼了。好嘞。老板，我要给我爹买双鞋。您这哪双鞋最贵啊？贵？嗯。哎，客官，看来你从来没有给你爹买过鞋吧？贵不一定好啊，这鞋嘛，上脚舒服最重要。那哪双最舒服？这双吧，老人家穿着舒服，就是不知道大小合不合适。就这双吧。哎呀，多谢多谢啊！谢老板。爹，我给您买了双新鞋，您鞋都湿了，我给您换上吧。佳儿，记得你上次叫我爹，还是2、3岁的时候。朝堂上，你是一国之君；朝堂下，才是我爹。知道，你是一心为了我。儿臣以后再也不敢放纵肆意了。今日，你就叫我这个称呼吧。好，爹。听着亲切。住了10几年，居然没有看过这样的千羽国全貌。谦儿，爹想和你说个故事。故事？爹，确实好久没给我讲过故事了。 500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因冥海蔓延群妖肆虐，只得带着沿途遇到的各地流民，辗转数地，自力求生。后来，他遇到了麒麟神。麒麟神？这不一直是民间传说吗？不是传说，是真的。也许对于民间来说， 这早就久远如神话一般了，但对我们王氏一族，却如同昨日之事。当年先祖王坚宇与麒麟神达成契约，麒麟神助他开辟疆土，终成一国之主，而我们王氏子孙，则皆要成为承载麒麟神识的容器。这种神力， 经过王家血脉一代的流传，是我们千羽国
国运昌盛的命脉根本。可若有此神力，为何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先祖使用呢？这种神力一旦被释放，作为容极之人，就将失去自我意识，被神识取代。再说当年王千羽，也是因为使用了这种神力，以修筑第一冥海的防线，主在此不久之后，便溘然长逝。父王，如今这神力位于何处？就在这里。在我体内。你治愈伤病的天赋，也是源自启灵神的神力。爹为了保护你，不被他人胁迫利用，所以在外人面前没有道出真相。这种神力，看似是祝福，其实也是诅咒。我们王氏一族，虽然享尽荣华，却不过是神的囚徒，祖祖辈辈被困在这美好的诅咒之中。爹，既然我有如此神力，那我岂不是可以治你的妖毒？谦儿，还记得当年我让你对的那首诗吗？儿臣记得。俗尘兵戈犹未平，断碑埋没莽横行。冥海尽倾英雄泪，仙山难觅圣贤令。四海名利名归客，九州流落别孤云。明朝变化逍遥鹤，笑看鸿鹄空自鸣。当年儿臣年少轻狂，胡乱点了父亲的诗，现在想来实在是惭愧。很好嘛，会有少年的潇洒之气。怎么，当年不是想当个逍遥野鹤吗？如今就不想了？古人云：“否极则泰来。”这个国家在500年来经历了无数风雨曲折，总能屹立不倒。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二人度过了？本殿们，父王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去除你体内的妖毒，让你看到山河重振，乾坤永隆。晴儿，山河重振固然重要，但爹还是希望你快乐，遵从内心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爹有点冷了，爹，咱回宫吧。好。殿下，这些已经是全部了。虎子，你那有什么线索吗？还没有，我再找找啊。陛下，人我带来了。今日就不必了。可是陛下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找到了，
书上有记载，100年前有人被骨雕所伤，也属于妖毒感染。其父亲用以血换血的方式把他儿子救活。以血换血，以命换。二战，这书上是写了，这个人虽然被救活了，但是他的父亲耗尽了体内所有精血，撒手人寰了。这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血浓于水，古人尚且可以，为什么不行？是本传，你冷静一点。我要救我父王。你冷静一点。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我去救我父王，我要去救我父王。殿下，殿下，如果国王知道你用这个法子了案，他定不会同意的。不要再劝我了，我没有时间了。殿下，圣圣他驾崩了。父王，陛下。父王，儿臣已经找到解救你的办法了。父王，你醒醒，父王，儿臣真的已经找到了。爹，儿子回来了。爹，儿子回来了。爹，儿子回来了。爹。